每逢春节呢，都是华语电影市场最热闹、最具爆发力的黄金档期。无论是贺岁片的传统，还是观众借着假期走进电影院的消费习惯，每年此时都是各大制作公司、导演与演员齐聚的舞台。2025年的春节档更是热闹非凡，各式各样的影片扎堆上映，题材涵盖现代都市、家庭喜剧、科幻奇幻、古装战争等。其中由肖战主演、郭靖宇监制并力荐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备受瞩目，与另一部古装战争题材电影一并成为观众与媒体重点关注的热门。就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且资源有限的市场环境下，网络上出现了所谓粉丝之间互黑的争议。从表面上看，不过是观众与粉丝在社交媒体上互相调侃，但究其深层原因，却是一种对资源、对流量以及对市场空间的争夺。表面上的口水战背后，是对票房、关注度和品牌效应的暗暗角力。事实上，所谓互黑并非新鲜事物，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粉丝文化异常活跃的时代，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明星艺人，都难以回避这种站队式的舆论现象。粉丝为了捍卫自己所支持的影片或演员，往往会贬低竞品，从而抬高自家作品在市场中的地位。例如，有部分网友不顾实际情况，将对手的电影形容为网大质感，似乎只要贴上网大这一廉价标签，就能在舆论场上占得上风。然而，仔细检视两个影片预告片的质量、导演班底、演员阵容与投资规模，不难发现，这些网大质感的批评本身缺乏依据。客观来看，《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与《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均是各自片方斥资打造的大制作项目，在国产电影体系中都称得上是上乘之作。因此，人们会疑惑，既然客观水准都不低，为什么还有人愿意以网大这样的词来相互贬低？这就回到互黑的核心，并非真要批评影片本身质量，而是为了塑造某种负面形象，企图在春节的竞争中影响更多路人观众的选择，通过打击对手来实现抬高自家作品的目的。但这种做法往往造成的后果是两败俱伤，既损害了彼此的口碑，也让中间观众对古装影片整体失去兴趣，反而利好其他类型的竞争者。由此可见，互黑的方式不仅幼稚，而且在市场策略上也并不高明。在整个春节档的宣传大战中，《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已经走在了前列。从近期曝光的信息来看，重庆南屏万达室外和室内的巨大屏幕上都在持续轮播射雕的预告片，画面极具冲击力与视觉吸引力。同时，深圳的多家电影院外墙与商场大屏上也投放了长版预告，让过往行人、影迷第一时间捕捉到影片亮点。除此之外，观音桥 CBD 等全国重要商圈也有射雕的核心海报与预告片循环播放，进一步提升了电影在大众视野中的能见度。值得一提的是，无锡小飞侠大世界影城也进行了《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双平台想看地推直播活动，持续时间长达5个多小时，线上直播间收获23万加点赞，最高在线人数超380人。这对于电影宣发线上线下联动而言是一个好势头，大量网友在直播间积极互动，不少人纷纷表示，《射雕》这部电影正是他们期待已久的武侠巨制。可以看到，片方在宣传策略上非常有针对性，线下依托热门商圈、影院展现大屏预告，聚拢线下人流，线上借助直播平台和网络社交媒体不断输出物料，引导潜在观众完成想看点击，以此为未来的预售和首映日票打下坚实基础。随着射雕的宣传进入更深入的阶段，片方正式官宣了包括肖战、庄大飞在内的完整演员阵容。作为当红明星，肖战在影视、娱乐、综艺等领域有不俗表现。他曾在多部作品中证明了自己的可塑性与表演功底。此次他饰演的郭靖一角，对他而言既是挑战，也是全新突破。如何将金庸笔下这个朴实正直又笨拙但内心坚毅的英雄形象进行现代化的演绎，需要肖战对角色有深刻理解。从导演郭靖宇等业内人士的评价来看，肖战在片场拍摄中投入度极高，他的眼神戏、打戏、内心戏都被称赞，目光坚定，张力十足，角色塑造能力非常强。
除了男主角郭靖外，庄大飞饰演的黄蓉亦是众人期待的重点角色。原著中的黄蓉精灵古怪又聪慧，她对郭靖的情感和对事物的态度都极具传奇色彩。在新的电影改编中，庄大飞会如何演绎出一个符合新时代审美却又不背离原著精髓的黄蓉，也引起了书迷与影迷的双重期待。与此同时，该片的配角阵容堪称豪华，梁家辉、胡军等人都是大名鼎鼎的影帝实力派。即便只是片方公布的只言片语与先导海报，都已经让无数观众倍感放心。毕竟，这些资深演员的加盟本身就是质量保证，为作品增添了更多厚重底蕴。值得一提的是呢，电影《射雕英雄传》不仅得到了郭靖宇、吴志硕等指导或监制团队的高度认可，也获得了圈内众多导演、明星大咖的支持。早在影片正式定档之前，不少影人就陆续在社交媒体上表态，或转发预告，或表观点、期待，引导更多粉丝与路人关注这部电影。例如，圈内资深导演郭靖宇曾在采访中直接表示，肖战对角色的揣摩非常到位，眼神坚定，既能表现出角色憨厚踏实的一面，也能瞬间爆发出英雄气概。这番评价被粉丝们视为巨大的肯定与鼓励。更让人惊喜的是，不仅导演郭靖宇赞不绝口，另一位同样在武侠题材或古装剧集方面经验丰富的导演，也与他联合推荐该片。与此同时，圈内舒淇在个人社交平台毫不掩饰地表达对肖战版郭靖的期待，把这部电影推荐给更多人。舒淇的关注也体现出行业对这部作品的认可，能在美女大咖、实力派与专业导演等不同圈层都获得好评与推荐，说明影片无论是从制作水准、演员表现，还是武打动作设计上都较为出彩。再加上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与权威机构对该影片的报道宣发，更进一步让人看到《射雕》在整体宣传上的高曝光度与正面形象。随着各大导演与明星大咖相继站台力挺，再加上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成为春节档当之无愧的焦点。而最直接的时常反馈往往来自于普通观众与粉丝的评论区和社交媒体互动。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许多人对于这样的宣传场面深感感动。他们在评论区里频频表达感谢，感谢导演的力荐，感谢演员们的付出，感谢所有媒体朋友的关注，也对肖战及其团队抱以极大的信心。尤其是在看到重庆、深圳以及全国各地的影院商圈能够看到《射雕》长版预告和海报时，粉丝们更是打卡式的在网络上分享照片，并留言表示迫不及待想要看到正片，一定会去影院支持首映。不仅如此，随着更多花絮的公开，影片中武打场面的宏大规模，以及在场景、服装、道具等细节上的精雕细琢，也为观众带来更多诚意满满的印象。一些专业影迷分析，金庸武侠改编历来是难点，不仅要尊重原著，还要兼顾电影时长与大荧幕表现力。若能同时做到画面大气、节奏明快，又保留角色原有的灵魂，那才是真正的成功。通过预告片不难推测，《射雕》在场景规模、动作设计、人物塑造等方面都有创新和突破的空间，十分值得期待。针对此次互黑争议呢，著名导演吴志硕也出面发文，直言这种行为本身非常幼稚，建议大家多关注作品本身，多关注自己支持的影片，而不是一味的在网络上挑起争端或盲目跟风。他同时强调，截至目前尚未看到《射雕英雄传》侠之大的主创或者肖战本人及其粉丝主动去黑其他电影，这说明射雕团队对自身定位十分清醒。人红是非多固然是一种不可回避的舆论现象，但如果能始终保持专注和定力，真正把精力放在作品与观众身上，那么外界的噪音自然会被稳固的质量与口碑所淹没。对于肖战个人来说，他多次在采访中表示，自己非常珍惜每一个能够付诸于表演的机会，尤其是改编自经典 IP 的作品，他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去理解角色背后的文化基因，也在武打训练与台词功底上不断磨练提升，尽量达到更高水准，以回馈观众的期望。粉丝层面，绝大部分人也更倾向于秉持自扫门前雪的态度，专注电影宣传与正面口碑营造，而不是陷入毫无意义的网战。如此一来，越临近上映之日，射雕越能保持稳健的宣传节奏与良好的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并非仅靠明星效应来拉动热度，它在媒体端的关注度也相当之高。央视新闻、人民日报以及各地方电视台均用不同的方式报道与宣传，这说明这部电影不仅仅是娱乐圈的热门，同时也获得了更权威的媒体渠道支持。在如今的电影市场，除了粉丝经济以外，更多人开始关注影片的品质、思想内涵以及背后的文化意义。金庸武侠作为华语文学中的瑰宝，一直以来具备深厚的群众基础，其改编之作更是承担着向年轻一代传递传统武侠精神的责任。当主流媒体也开始关注并积极给予正面评价时，无疑进一步提升了射雕的公信力。这对于一些摇摆不定的观众来说，就有相当大的引导作用。他们或许对武侠题材并不特别偏爱，但看到这么多全媒体的推荐以及业内大咖的盛赞，也许会心生好奇，想要到电影院亲眼见证这部电影究竟有何亮点。由此可见，多方合力的宣发策略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铺设了相对稳定的观众基础。在宣传推广的过程中，最感动也最有力量的往往是粉丝的自发活动。他们会在线上主动安利这部作品，分享高清路透图、活动记录、预告片链接等信息，用自己的方式吸引更多网友注意。很多粉丝也会在日常生活中宣传，比如在好友聚会、家人聊天时提到这部电影，甚至提前安利长辈购票观影。像无锡小飞侠大世界影城那场持续5个多小时的地推直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粉丝们热情地在直播间不停地刷礼物、点赞、讨论剧情与期待情节，也呼吁更多路人加入想看行列。而广大路人观众来说呢，如果在朋友圈、微博、抖音等各种社交平台看到过太多关于射雕的正面评价与讨论，自然而然会产生更多好奇心与期待。于是《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在春节档的起跑阶段就已经拥有了较高的认知度与关注度。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能在正式上映前先拔头筹，占领更多受众心智，对后续的票房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多位导演、明星大咖认可射雕，也离不开肖战这个演员与个人形象的肯定。作为当下炙手可热的艺人之一，肖战虽然走红时间并不算长，但一路走来也经历了种种考验，无论是偶像成名经历，还是演艺道路上的坎坷与突破，他一直在用努力和作品回应外界的质疑，也逐渐形成了自己坚韧不拔、阳光向上的正能量偶像形象。而金庸武侠所传递的正义、正直、坚守信念的精神，恰恰与肖战的个人特质产生了良好的共鸣。武侠世界中的郭靖既有敦厚木讷的一面，也有爆发英雄气概的瞬间，这需要演员在演技层面拿捏得当，更需要在价值观层面与角色气质有所共鸣。导演们之所以盛赞肖战的目光坚定，正是因为他能将那种在乱世中历练、在挫折中不改初心的侠者风骨，通过戏剧化的自然表演而流露出来。粉丝们在期待他的演技突破，也在期待一个崭新且符合当代审美与精神内核的射雕世界。腹黑呢，在一定程度上也源于人红是非多，一旦某部电影的话题度过高，就难免引来部分人的嫉妒或逆反情绪，加上同档期影片之间的竞争，就更容易出现黑来黑去的口水战。正如前面所表达的，截止目前呢，没有证据表明《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官方团队或其主演肖战发起过对其他影片的贬损行为，相反，剧组一直都在稳健地推进自家宣发。对于那些恶意互黑或者试图带有节奏的言论，正能量的作品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专注自身，不随意卷入消耗战。有导演也说过，光明磊落的好电影不怕质疑与诋毁，毕竟最终决定一部影片口碑与票房的不是网络上那些真假难辨的留言，而是影院里观众们对剧情、演技、制作水平的真实感受。只要作品过硬，任何黑料都无法在正面口碑的洪流中掀起大风大浪。这一系列的预热之下呢，《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在业内与大众层面都积攒了不少的人气和想看度。不少业内人士断言呢，肖战作为人气担当，再加上梁家辉、胡军等影帝加持，一旦上映呢，票房很可能相当稳健。更何况影片背后的强大导演团队与制作班底也让观众对作品充满信心。从武打动作到影片布景，从演员表演到后期特效，正是因为具备了扎实的底子，加上畅销 IP 的强力支撑，才会收获票房很稳、值得信赖的评价。
当然，票房预期是一回事，最终的市场反馈仍由观众用脚投票。真正拉动观众走进电影院的，还是预告片所展现出的浓郁武侠氛围与角色深度。对于经典 IP 改编电影而言，观众在心里通常会有先入为主的想象与期待。如果影片能够在场景与角色塑造上既保留原著精髓，又具有独到创新，就会赢得很多人的青睐。反之，如果对经典改编乏力，观众自然不买账。就目前的宣发与口碑反馈来看，射雕有望成为武侠题材翻开新篇章。也正因如此，呼吁大家回归作品，专注品质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回顾整件事呢，人们对《射雕英雄传》的关注可谓空前高涨，不管是重庆南屏万达、深圳各大影院，还是观音桥 CBD 等商圈的剧目预告，亦或是无锡小飞侠大世界影城的地推直播活动，都证明了该片片方在宣传层面投入巨大，粉丝也用热情回应。与此同时，记者和媒体、导演与明星大咖纷纷力挺，为这部电影的发展前景注入了更多信心和能量。而针对同档期的古装大片《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或其他即将在春节档上映的多类型影片，我们也应该抱以宽容与理性的心态。竞争本身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以偏概全、低层次的互黑。在高速发展的华语电影产业中，观众需要更多优秀作品共同繁荣，而不是陷于无所谓的口水战中。对于期待射雕的影迷而言，最重要的是扎扎实实的支持自家电影。对于封神的拥趸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观众最关心的不是哪方互黑更猛烈，而是哪部电影更拍得更用心，故事更动人。正如导演吴志硕所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结局，对两部深具潜力和诚意的影片而言，并非好事。唯有各自专注，在合法合规与尊重对手的前提下，努力打磨作品质量，才能让春节档成为各方共赢的盛宴，也能让观众的观影体验更加丰富多元，最终推动华语电影的整体进步。鉴于目前公开的信息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在肖战与众多大咖的合力下，会带给观众一部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武侠巨制。也期待其他影片各展所长，以百花齐放之态，一起让春节档更加红火。愿每一个步入电影的观众都能在这个佳节收获一段难忘的观影体验，也愿每一部用心制作的电影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回报。各自支持即可，互黑实属幼稚。让我们共同预祝肖战新电影《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票房大卖，也期待所有同期上映的华语电影都在2025春节档交出亮眼的成绩。